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儿，我是 Jason。今天我们来到香港了，这个我好饿呀！我也是太饿了，一会儿我们去吃什么呢？所以呢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哦，跟我走。走吧。这个是招牌菠萝包，哇，盘子是热的，你看里面加了些什么东西？黄油、煎蛋和番茄。这个皮啊，它外面是那种焦糖的口感，非常的不错。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牛肉汤粉，吉利猪扒饭，吉利猪咖喱啊，吉利猪咖喱，就是肥牛拉萨，哦，这个汤就很香。招牌蛋沙律多士，多士里面是蛋和沙拉酱打在一起的，还有一些黄瓜、土豆泥，然后有火腿肠。我点了一份普普通通的鲜牛肉粉，然后先喝口汤，这是关键。有股清香味，加很多生菜，汤底是很不错的，不咸，完全不咸。哇，可以说是滑嫩牛肉。关键所在就是要剖开这个鸡蛋黄，把它流到饭里面。羊球啊，火腿菠萝油加2片，冰冰凉凉的黄油，看面很烫。来，大咬一口了，太酥脆了。其实我们把招牌稍微都点了一下，我觉得肉类啊都是偏咸，尤其是这个猪扒，还有点鲜牛肉，其实它也比较咸，感觉应该是腌制了比较久的时间，然后应该是符合大众口味的，只是我们口味偏淡哈。很推荐的东西呢就是这个菠萝油，不管是招牌还是说我们加了火腿啊，加了其他东西都不会出错。像菠萝包跟内地确实不太一样，一点都不油，然后表面是酥的掉渣，完全是你下面不摆东西一定会掉一地的那种情况。如果从内地过来的朋友，其实没有必要选米线，因为它跟我们不管是川渝地区米线还是云南、贵州那些很相似，都是很有弹性和嚼劲的。所以说你就点他们特色的，比如说，对，拉萨可以点，东南亚特色嘛。这个西多士，我觉得它外面有点凉了，有可能它放了有一会儿。所以呢，一般，只能说没有达到我的预期。奶茶、鸳鸯其实都不错，因为它本身是没有加任何糖的，温度非常合适。包括我们点了一个阿华田甚至可以选浓度浓和淡，然后我们选的标准其实就已经很不错很浓了。然后它的糖是自带的糖度嘛，非常合适。所以说阿华田是随便点的，冰的和热的都可以点。我们决定走路去维多利亚港看看夜景消消食，看看记忆里传奇般的存在。其实1月份的话，在香港一定要穿一件薄外套，尤其是越靠近港口风越大。路过出名的富豪雪糕了，可惜熊熊拉肚子，我们就没有吃。港口停靠着大小不同的游船，不用担心找不到售票口。港口有特别多很热心的推销员，会热情的给你推销他们的夜游票，2个人大概是200多，但我们还是想自己去走一走。沿着港口继续漫步，你不仅会得到繁华的夜景，还有栏杆上熟悉的港星的掌印。继续走呢，你就会发现 K11购物中心有2家哦，这一家呢是更新的这一家，很值得一逛。象甲女神像高举明珠，象征着电影艺术的光辉与梦想。是2025的跨年小分队，是纷纷的亲友，我是芬芬的小姨，我是芬芬的妈妈，我是纷纷的爸比。汪汪汪！祝大家2025新年快乐！起床后，我们随意来到附近吃早餐了，人多，味道一定不会差。你看他们餐桌上喜欢放这样的隔板啊，因为很多时候呢拼桌的情况比较多，所以说这样面对面吃饭呢就不会尴尬啊。如果说刚好一桌4个人，那么互相认识也是可以拆掉的。我点了一杯港式鸳鸯，然后他给我上的时候他说是多奶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可能给了我一些炼乳，好浓郁，加上去肯定更好吃哦。
全部加进去，搅拌，温度是很烫的，所以说搅完会就开了。你看，这个一个泡餐45，然后我有一个公仔面，一杯这个鸳鸯，然后一个西多士。西多士可以选多烘，就是烘烤久一点，更焦脆一点。待会儿好期待啊！我知道为什么给了我2个蛋，这刚买过没用啊。然后他给了大黄油，所以我就先用一点在我的这上边，先吃一口再说。哦，它这本身是有一点点甜味的。给我们2个粉蛋。就自己加蛋上去啊。这是传说当中的公仔面。这个面呢，其实很素，主要体现它汤很鲜，然后生菜有一片，其他就是火腿，它所谓的高级火腿，整个汤汁可以一直喝下去，很暖胃。他们的招牌火腿车仔面，我选了个全熟蛋，可以选还有6种蛋可以选，所以煎蛋可以太阳蛋、溏心蛋，然后就是全熟蛋，还可以炒蛋。来尝一口吧。如果你喜欢摄影，一定也会喜欢这里的上下坡，一不小心就会得到有层次的风景啊！周末的香港，你可以看到喝着咖啡聊天的、带娃的、遛狗的，烟火气与这座城市的时尚和城市化相得益彰。一定要体验一下香港的双层巴士的上层，现在内地应该是没有了。坐船是可以直接刷支付宝的，特别方便。相比坐船观赏维多利亚的夜景，我们其实更喜欢白天坐船啊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映照楼宇的这种城市感。海风拂面，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他们的日常，是通勤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游客来说呢，就是不可多得的观光体验了。下船就看到了已经10岁的摩天轮和像是在迎接蛇年的蛇头。100年历史的叮叮车一定要尝试一下，建议最好是坐在2层的车头，里面的窗户呢就像是老式的电视机。我们从此步入了加入滤镜的老电影，从这里观赏香港一成不变的街道和殖民时期发黄的历史。我们跟随人流来到了坚尼地城最佳拍摄机位，就为了这一刻充满层次的城市氛围，住的楼、流动的街、远处的海和驶过的邮轮。对，拍摄就在篮球场里，隔壁就是足球场。弟弟是资深的足球玩家，所以想去踢一脚，但这里小孩哥竟然听不懂普通话就拒绝了。后来又用英语去问，小孩哥才勉强同意让弟弟踢上一脚，谁知鞋子不对，崴了脚。弟弟妹妹这时候先离开香港了，于是我俩又开始了逛吃模式，一边观察熙熙攘攘的城市，一边呢肚子开始咕咕叫了。于是我们决定去铜锣湾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铜锣湾真是处处隐藏着美食啊！熊熊说他还想吃烧鹅，要吃够了才回家，所以我们随意走进了一家烧鹅店啊，叫一乐烧鹅。我们被老板娴熟的动作震惊了，视频完全没有倍速，我估计他1分钟完全切2只烧鹅是没问题的。刀工这么好，果然味道没有让我们失望，肥而不腻。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烧鹅腿，薄脆油亮，但我们只点了1碗，因为想吃的还有特别多。走几步就是这家看起来很老牌的车仔面，菜单也是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浇头啊，包含了很多我想吃的，比如说咖喱鱼蛋呀、鸡翅啊这些。因为现在还早5点半，所以说完全不需要排队，人也不算多。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要吃些什么。这家非常的传统新记香辣车仔面，然后它有双拼、3拼、4拼、5拼、6拼，价格都不一样，然后要自己在这上面画出来、圈出来。每个人还有低消45元，但我觉得太多了，我觉得6拼可能都不够选，但是呢应该也吃不太完。反正咖喱鱼蛋是必须要尝一下的。哇，好多啊！
选好啦，一个人一张单子。我选的这个是油面，然后搭了一个卤水鸡中翅，然后还有一个咖喱鱼蛋。哦呦，这么多，好几个。还有个通菜，通菜我不知道是什么菜，所以想尝试一下。哦，油面是这样子的，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圆筒面。咖喱鱼蛋的话，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这个咖喱鱼蛋它咖喱味不重，有可能是因为它放到卤汁里面的原因。然后咖喱鱼蛋的话，它真的很像那种速冻的感觉哈，没有特别喜欢，也没有那种弹牙的感觉，跟我想象不太一样。然后通菜的话，我以为是什么没吃过的菜，结果其实它就是空心菜。然后这个鸡翅是非常非常好吃的，很棒。这个是釉面，我猜到了，它釉应该是小的意思。刚吃了一下这个牛腩，太出乎我意料了，没想到真的这么软烂，就是真的是一抿就化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其他的牛百叶和这个白萝卜真的是清甜味的，卤汁的味道挺重的，一咬下去绝对不会有那种很白味的感觉哈。虽然它牛百叶很厚，但是它每一片上面都是有味道的。然后这个很爽滑，它不是面的口感，它类似于介于面和米线之间的这种口感，有点 Q 弹。然后呢，很清爽，有点像魔芋爽的感觉了，甚至。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就完全是面的口感。好。接近傍晚啦，香港夜晚的街头非常热闹，五花八门的街头艺术全部都出来了。虽然人很多，但给人一种非常平和的愉悦感。Stand around, my lady, stranger to water, stars and dusty. 终于买到了这个，其实没怎么排队啊，别人说排1-2个小时，因为我们今天太晚了，快关门了才来，其实5分钟就进去了，然后刚好还有所剩无几的唯一的10个蛋挞左右，我们就搞了2个。外面焦焦的哈，然后里面的话其实外面看非常朴素。然后这个皮其实很普通，完全不像我们之前吃蛋挞，然后有点点感觉是已经被焦糖化了，所以说会呈现出那种黑黑亮亮的色泽。摸着是暖的，是刚烤出来没有很久的，太棒了。浓郁的这个蛋奶香和黄油的香味，咬一大口啊！如果再烫一点就完美了。上面那个焦糖味很明显，真的是我说焦糖化的这种感觉，处理的恰到好处。太惊喜了，隐藏，它里面居然有 cinnamon， 有肉桂。苹果和肉桂真的非常搭，但是它没有写上去，它属于隐藏福利版，太惊喜了。刚刚本来想问他有没有肉桂卷，但是我看了一眼没有肉桂卷，我就放弃了。结果它藏在这个 apple scone 里面，优秀。麦片它居然有牛肉麦片，还有叉烧麦片、火腿麦片，我的天！要不要尝试一下啊？你说的什么红牛在哪？这儿你看嘛，各式特饮里边很搞笑的是，正常菠萝冰，还有最牛菠萝冰就是 Red Bull Pineapple， 还有无牛红豆冰也是红牛加红茶，还有冰牛红茶、冻柠红茶。这个是华兴冰室，听着是不是很耳熟？我就听着耳熟，我就来了。然后呢，随意点了一个点赞的东西啊，这就是猪仔包。我以为猪仔包是有猪肉的，我问他是猪扒吗？他说不，他猪扒包是猪扒包，猪仔包奶油猪仔包就是加了奶油的啊。它外面是烤的很酥酥的这种面包。然后呢，我点了一个好立克，好立克跟阿华田特别像，我现在品尝一下，好烫。哦，它比阿华田要淡一些些，那我更推荐阿华田。
我越吃越觉得它是炼乳，然后慢慢，其实我刚等了一会儿之后，它这个炼乳就渗透进去了，整个面包体是很软的，类似于软版的这个法棍。这个是我们老板送给你们的胡椒粉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酒店步行几分钟到达半岛冰室，昨天没有吃成，今天一来就有座位，而且我们刚坐下就开始排队了。听说有人专门开车1个小时来打卡，很火爆。菜单直接选套餐没有错，咖啡、奶茶这些都是送的，性价比超高，人均40，而且非常好吃。这个猪排的量真的很大，面都马上吃完了，还有2个大猪排，总共才多少钱？40，性价比之王。拍张照片吧。芝士有蛋有蔬菜有火腿，味道怎么样？非常鲜。推荐给大家我们住的酒店，新装修的，服务好，性价比超高，是1000元以下为数不多的海景房。最喜欢的还是酒店直通地铁口，非常方便。今天第一站中环街市，它曾经是100年历史的菜市场，现在改成了创意集市，里面是比较老旧的，这个阶梯还是电影的取景地，来感受一下就好了。也可以在这里选一选伴手礼，有特别多的本地品牌，香水呀、花朵呀、招财猫呀，我就选了几个招财猫给我的朋友们。也祝屏幕前的各位今年发大财。接着我们来感受一下世界上最长的有顶扶梯，93年就开始使用了，但是感觉还是很新，整个长度是800米，一路上呢都有餐厅、小吃店，还有各种墙上的涂鸦，非常有趣。丝袜奶茶鼻祖蓝方圆就在这里，赶紧去喝一杯吧！我更推荐菜单上没有的这个冻柠茶，建议一定要多抽一抽柠檬再喝。丝袜奶茶本人更是没得说，非常的丝滑。我们2个人做。整个汤底是非常浓郁的番茄汤底，然后呢里边是炒盘，它是炒炸的猪排，皮已经爆软了，主要这个汤非常鲜，然后里面有薯仔，薯仔其实就是土豆，然后炖的很软烂的土豆，这个出品超级快，刚下单，我们饮料刚上来，它紧接着上来了，所以这边基本上不需要太多排队。附近盛记大排档据说也是上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，我们决定来试试看。其实这一排大排档都是非常火爆啊，随便去一家应该味道都不会错。看着师傅娴熟的技巧，就知道来对地方了。这个盛记大排档据说是上了这个《舌尖上中国》的，然后它这里边有很多时令的海鲜，炒的各种蟹呀、虾呀，还有东北呀、石架，然后还有一些是肉类炒蔬菜。我在考虑到底是点个牛肉炒混合蔬菜，还是炒一个鱼腩。哎，你好，汤有什么汤啊？猪杂汤、鹿片汤、鱼汤，来个小的鱼汤2个鱼汤，然后西洋菜好不好？可以，再来一个牛肉炒蔬菜。西洋菜鱼汤。你看这个鱼啊，鱼汤是40多，我记得，棒，爽口。有股菜叶的清香，然后尝一下这个翻的好大一块儿，它是炸过一遍的，然后再炒，外面非常嫩，有点 Q 弹，但整个鱼感觉是腌制过的，里面是有点咸味的，很入味。饭
它牛肉炒饭其实颜色看确实不怎么样啊，颜色不是很均匀。然后牛肉的话比较小，尝尝。哇，它更像是蛋炒饭，它有很多蛋在里边。第一口下去没有挖到牛肉，牛肉蛋炒饭。Vision 面包店也是老网红了，一定要尝试一下，尤其是它的抹茶系列，全部都不会出错啊！我们直接打包带回家吃了，抹茶微苦，很浓郁，很好吃。不过注意了，点单貌似要用英语哦。